甘相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朕丧权辱国，朕误国误民。甘相自己私底下拟就的让各国退兵的条约，可是几乎把秦国卖的只剩个咸阳了。当日列国兵马在函谷关的时候，甘相又在何方？出了何力？常言道：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”武王当任用无知鄙夫，向蛮力举鼎身亡。你身为右相，罪当如何？甘茂虽为右相，但无法劝阻君王，所以到了今日，目睹朝堂混乱，才不得不谏言。太后聘击司臣，乃国之乱象也。太后若继续贪恋权力，秦国必将大乱。臣请太后还政于大王，有何过错？秦国内忧外患，你无能御外敌平内乱。如今诸侯兵马退去，你倒会上下串联要挟君王。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，你还敢立于朝堂吗？殿前武士，在，把他给朕逐出朝堂。是。慢！太后指臣无能，臣也不敢再居相位，就此请辞。至于驱逐，臣自会自己离开，不用烦劳武士。但太后如此轻刻慢事，羞辱臣功。今日甘茂离开，不知来日这宣誓殿上还有何人可以立于此？干相，你不能走啊！太后，干相不能走啊！微臣请太后三思。请太后三思啊！太后，三思啊！太后，甘相乃大秦3代老臣，于江山社稷，功不可没。你想要朕留他？是。他逼朕交权，退回内宫。这若是权宜之计，万事皆可商量。没得商量。处理子说，甘茂是3代老臣，可朕看他是朝廷的3代庸居。芈月立于此地，向天地诸神起誓，只要芈月在宣誓殿1日，便要保内乱平息，保师弟重回我疆土，保大秦再次扬威。谁若自认为比芈月做得更好，那便站出来，朕自行退后。若是做不到，诸君公卿大夫堂堂男儿，就不要再学长舌妇之行径，退朝。楚离子，此事你不能不管呐！就是不能不管了，不能不管。诸位卿大夫，先回去吧。老夫定会向太后再三陈情。这真是这样的。先生，甘相求见。甘相不敢当，处离子。
前日甘某已经辞官，不做右相了，不敢当这一声甘相之称。别这样说，甘相请坐。老夫正在上书太后，尽力说服太后挽留甘相。甘茂本是才疏学浅之人，蒙惠文王、武王两位君王的恩宠，拜以右相之位，以国事相托。虽然不能够完全胜任，却也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甘相不必再说了。恕甘茂直言，芈氏那妇人是大秦的祸星，她居然大坏纲常礼仪，把自己的寝宫都交给了胡人。后宫之事，似乎不该甘相染指。眼下我与那芈氏太后是她留，我不留。听说那日我走后，她曾在宣誓殿上扬言，谁若自以为能比她做得更好，便站出来，她自行退后。甘茂不才，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自荐能比她做得更好。哦，甘相说说。只要让那芈氏退居内宫，甘茂便能让大秦罢内乱、停内战、休生养息。甘相有把握劝诸公子归降？有。甘相请讲，老夫洗耳恭听。停新政，恢复旧法。只要将诸公子们目前所占有的土地作为封地，赐给他们永久所有，答应爵位可以世袭，并绝不在秦国设立郡县，实行周天子之法。我愿意四处奔波，说服诸公子上表称臣。如此破玉为残，把秦国让诸公子们瓜分成大小碎片，那先王和太后对将士们的承诺岂不落空？君行志，臣行义。我们身为臣子的，为君王效命，受君王封赏，乃是公平交易。君王为社稷着想，臣子们要为自己的家族考量。有些时候，君王让些权益给臣子们也是应该的。在下不敢苟同。秦国为了实行商君新政，毅然牺牲良多。如果废除新法，恢复旧制，那以前的牺牲将付之东流，大秦对列国的优势也将丧失殆尽。难道你真认为秦国对列国有优势可言吗？列国征战数百年，却齐心协力三番两次联兵函谷关下。除了秦国之外，还有哪个国家能让其他各国这样斩断夙愿而进行围剿？因为秦国搞的是秦法新政，他打破了列国数百年虽有征战，但实力基本伯仲之间的平衡。没有人能够容忍异端邪说国家的强大，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我承认诸公子们割据，恢复宗室旧族在封地上的权利。秦国的确看上去是失去了对列国的优势，但正是这样，才能得到列国的认可，才能得到卿士们的归顺。这才是秦国长治久安之策呀！你今日来，背后得到多少人的支持？如果我说，在我背后的人，比站在宣誓殿上对芈月臣服的人更多，你信吗？信与不信之间。商君不是秦人，秦人流多少血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要的是自己的万世流传。
那太后也不是秦人，她同样不在乎秦人流多少血，她要的是自己唯我独尊。可支持我的人，却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，曾经祖祖辈辈为这片土地抛头洒血，他们才是能够决定这片土地上应该何去何从的人。甘茂，你也不是秦人，却口口声声为秦人打算，只怕仍然是为你自己打算吧。楚离子啊，我是楚人，但多年来，我一直把秦国看作自己的母国，对大秦的忠诚日月可见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诸国之中，只有我秦国建国的时间最短，其他诸国已立国之时，我们的先人还在牧马。直到周氏东迁，我们在狄戎人手中一分一毫的血战，才有了今日的国土。如果没有穆公任用百里奚与蹇叔，没有我父王任用商鞅，我王兄任用公孙衍、张仪，如果仅仅靠那些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先人余荫的老秦人，那大秦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眼下，秦国危机重重，我的王侄嬴稷以他的母亲芈氏摄政，才让秦国在内乱外患中觅得一线生机。秦国的未来是要靠明君和贤臣决定的。可惜呀，甘先生，你不在此列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楚离子，你今天拒绝了我，总有一日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而痛哭的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今日早朝，这大殿好像空旷得很。禀太后，这几日臣子当中，有不少人抱恙告假了。哦。朕并未听说这咸阳城里发了瘟疫，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病倒了，难免叫人担心呢。楚离子，在。你让太医院的太医逐个到这些个病了的朝臣府上去诊治。朕估计有些人得的都是难以治愈的心病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们在家中安心休养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，不尽其责。我看他们就再也不必到这宣誓殿来劳心劳神了。太后圣明。太后圣明。晋大夫果真能干，大王，你看他从秦国带回来这些珠宝，真是样样都好。寡人心里清楚，此番少不了你的功劳。大王过奖了。那秦国太后与大王乃兄妹至亲，若不是他想倚仗大王的英武，急需大王帮衬他，怎会如此的谦卑？臣只不过是狐假虎威，谈不上功劳二字。想不到这列国相争，倒叫一个小小的应女占了便宜。锦上，那她的性情如何，才能如何？只不过是一个见识浅陋、胆小无知的妇人罢了。什么主意都要臣帮着拿。臣一说联姻，他马上说亲上加亲；臣一说上庸城，他连眼都不眨，就答应把上庸城送给公主做嫁妆，简直是糊涂愚昧至极呀！孤儿寡母擅主国政，秦国无人疑。那秦国太后还说，要让娘家人帮帮他。
娘家人？是啊，他说大王有一个幼弟叫闵荣，在楚国一无所成，不如派过去辅佐他。好啊，这个闵荣确是个无用之人，留在这里有朝一日寡人还要分封于他，能去秦国最好不过。大王，秦楚要联姻，你可要想好，这秦国的公主到底要许配给哪位公子才合适？秦楚联姻是大事，秦国的公主自然是要留给太子了。大王好偏心呐！那太子早已成婚，太子妃又无过错，何必多生事端？倒是我那可怜的儿子子兰，至今还未娶亲，你这个做父王的，就半点心思也没为他着想吗？大王，大王！好，许给子兰，许给子兰。臣妾替子兰谢过大王。大王，谈到两国联姻，不管是公子成亲，还是公主出嫁，那都不是朝夕可成的事儿，兵贵神速。既然我们想要秦国的上庸城，就得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来。那依晋上之见，如何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诚意呢？我看不如让太子入秦为质，这样就可督促秦国尽快交割上庸城。晋大夫真是老成谋国呀！大王，这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！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！好了，不要再咬寡人了。此等大事，寡人需三思而行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会后对你们的恩惠，要在今日报效了。是。蒙敖将军，这位是禁军统领蒙敖将军。蒙将军。杜将军，咱们事先说好了，今日他们几个装扮禁军带他们进宫，只是挟持住太后，逼他退位还政于大王，并请回甘相。一切不可莽撞行事，更不可伤人。那是，蒙敖将军，只管放心。听说了吗？义渠王回来了，说是击退了公子轩，立了大功。那太后还不好好赏赐他？那是当然，也不知是赐爵位还是珠宝。哎，爵位珠宝算个什么？太后已经把自己都献给那个胡人了。大胆！寡人最恨干活偷奸耍滑的人，罚你们把铜饮的水喝干净，若有一滴残留，就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是大王。走。大王要去哪儿？交房殿。上次在朝堂上，我只说了句让他们在家中安心养病的话，那些个朝臣们一个个竟然病全都好了。看来有的时候我的医术比那些太医院的太医还要高。哎，前些日子我们给继儿和义渠君做的2件新衣放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拿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听说最近朝堂上有人闹事，你母亲呢？义渠君见了寡人，怎么不跪拜行礼？还挺像个大人。小子，这剑可锋利得很，不是你能玩的，小心伤着你。快进去，告诉你母后，我来了。你听着，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义渠。既然到了咸阳，就要遵循大秦的国法。外臣要入朝就要奏请，得到批准才能进宫。更何况辽进的是我母后的寝宫。我要偏进呢。问我的剑。就凭你啊，
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放开！小子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义渠君，继儿，月儿，义渠君，你没事吧？你儿子想要我的命啊！这定是误会。你看见了，这流的可是血！哼！义渠君，母后，母后！去成明殿面壁思过。我回来之前，不许出门。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，疼啊！弄疼你了，让我看看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伤口还在流血呢。你还知道关心我？我以为你这个太后早就把我忘了。继儿还是个小孩子，你跟他怄什么气？哼，我可没跟他怄气。我是跟你怄气呢。行，就算是我错了，也让我先给你包好伤口再说。你还管我干什么呢？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就你这点伤，想死没有那么容易。月儿，叫我翟丽。我知道你叫翟丽。我这个名字啊，是一个秦人给我起的。他说我们是翟戎中的一支，所以以翟为姓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义渠的名字，译成你们的意思就是黑马驹子的意思。他说黑马就叫离。黑马驹子？对啊，我出生那会儿，马厩里刚好也生了一匹黑马，所以我母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你眼下也是匹黑马驹子，而且是匹野马，一点小事就犯倔脾气。会后有令，杀死芈月，赏金5000，封关内侯，11万户。别叫我义渠君了，叫我的名字。翟丽，黑马驹子。对，再叫。黑马驹子。大点声。黑马驹子。再叫。黑马驹子。你上！不行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抓刺客，保护太后！快！保护太后！走。翟丽，你怎么样？翟丽，我没事。翟丽，翟丽，快来人！大人，太后如何？太后无恙，但是义渠君受了重伤，太医已经赶到了。
这在给他疗伤呢。宫里怎么发生这种事？那些杀手都穿着禁军的衣裳，这事儿肯定跟禁军有关。如今掌管禁军的首领该是蒙敖将军。正是。把蒙敖给我抓起来！大王，请用膳食。不吃，拿下去。大王，饮食有序，不食伤身呐。多事。我母后回来没有？我问你，我母后回来没有？哦，刚回来。我去找母后。大王，你还是别去了。怎么了？太后在宫内遇上了刺客，幸亏义渠君替太后挡了一剑，但义渠君却身受重伤。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如今他住进了哪了？住进了太后的寝宫。什么？大王，您别去！太后让您在承明殿面壁思过，她还没允准您出去，您不能出去啊！他算什么东西？敢住进我母后的寝宫，他也配？早知道当时我就该一剑杀了他。大王，您不是不知道，他几次救了太后的命。这次义渠君伤了很重，亏得义渠君身子强壮，太医又医治的及时，不然的话。义渠君，你终于醒了。哟，快躺下，别动。你的伤，太医已经处理过了，没有大碍，放心吧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太后，查到什么了？雍大人查出，刺客背后的主使之人是惠后和公子华。他们怎么会进得了秦宫？是禁军中有人做内应带他们入的宫。如今，这些牵连之人都已经被关押起来，等待太后处置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惠后，公子，微臣惭愧，没有杀掉芈月，只是重伤了那义渠人。怎么老是失手啊？那个义渠君多次坏我大事，早能除掉他就好了。蒙敖和手下被抓，禁军人心动荡，也说不定咸阳会出乱子。如此说来，虽未刺杀芈月成功，但若能酿起兵变，倒也是桩好事。母后，你看呢？太后，小冉来了。朕协助雍大夫查办刺客的案子，查出了以禁军头领蒙敖为首的一批内应。蒙敖？白起将军听说此事，气愤不过，带人围了禁军大营，抓了不少人，都捆得跟猪羊似的，说要打开杀戒，全部砍头，被我和司马将军暂时拦住。眼下咸阳禁军人心惶惶，情况紧急，万一发生兵变，你带了那些个被捕的军将名册吗？哦，这就是。传我的话，召集守卫秦宫的禁军将士，到宣誓殿前聚合。我要训诫。可是太后，怎么？您前几日刚刚遇上刺客，眼下这禁军里头一定还有谋反者。禁军当中肯定还有勾结诸公子之人，但不会整个禁军都靠不住。
蜀辈只敢暗中下手，而整个禁军军事列阵，5人为1伍，5伍为1两，4两为1卒，5卒为1旅，5旅为1师，5师为1军。每个人周围都是4个人看着，任何人有一点异动，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。想在禁军当中行刺，除非他是疯了，或者是急着自寻死路，所以用不着担心。是。拜见太后！拜见太后！将士请起。把他们解开。太后，解开。诸位将士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何从军？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魏冉将军，你不必带他们回答。听声音，明明都是口不对心。为什么要造反？让你还位于大王，请回干相，与诸公子罢兵。朕当者，就真的有违天意？银华、甘茂等人的主张，就真的这么受人拥戴吗？你们当初当兵，必定不是为了造反，你们沙场浴血。卧冰尝雪，千里奔波，赴汤蹈火，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、保家卫国，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让自己在沙场上挣来的功劳能够印及家人，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、人前显贵，是也不是？今日站在这里的，都是大秦的佼佼者。你们是大秦的荣光，是大秦的倚仗，是也不是？是。我大秦曾经被人称为虎狼之师，令列国闻风丧胆。可就在前不久，5国陈兵函谷关外。可我们却束手无策，任人勒索宰割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的虎狼之师呢？我们的王军将士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大秦的将士，曾经是大秦的荣光，可如今却是大秦的耻辱。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们不曾迎敌为国而战，却在王位相争中自相残杀，这就是你们的作为。曾经，商君之法约定，只有军功才可受爵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复无所荣华。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遵商法，要恢复旧制，所以派人来杀我。你们也不情愿，也不想实行新法，是吗？为何你们站在了靠祖上余荫吃饭的旧族那边，自愿成为他们的鹰犬，助纣为虐，
使得他们随心所欲，胡作非为，使得商君之法不能推行，兄弟相残，私斗成风。你们的忠诚，不献给能够为你们提供公平、军功荣耀的君王，却给了那些对你们作威作福、只能赏给你们残渣剩饭的旧族们，是吗？将士们，我承诺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。任何人触犯秦法，都将受到惩处。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。今日，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，他日，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。你们有多少努力，就有多少回报。你们可以成为公士，为上造，为部更，为左庶长，为右庶长，为少上造，为大上造，为关内侯，甚至为彻侯，10亿万户。你们敢不敢去争取？能不能做到？我们能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，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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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！臣有罪，请治臣的罪，请治臣的罪。你们有罪，但你们敢于认罪，你们个个都是勇士。我此刻不治你们的罪，我要你们去平定内乱，去沙场上将功折罪，做得到吗？臣做得到，臣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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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。甘茂去了雍城，是蒙敖将军出手说甘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，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。哼，去了也好。太后此言何意？甘茂是朝中老臣，树大根深，若留在咸阳，定会不甘寂寞，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，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。这下他走了，倒是成全了我们。甘茂此人自命不凡，而芈姝与公子华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，如今又添了个甘茂，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。这样才好。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。司马将军，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。遵旨。魏将军和白将军，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小股散兵游勇。我要咸阳100里之内安然太平，
臣领旨。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，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，却不知守望相助，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。等我们整肃完内部，准备好粮草，再一一收拾他们，绝非难事。太后，魏夫人她出头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城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魏夫人来了。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在，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的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坐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，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，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，公子华是我大清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臣甘茂拜见惠后。甘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甘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甘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心。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蒙两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甘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甘相上茶。是。请。惠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谁？公子华的生母，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花儿，快快起来！花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，是啊。
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，喝口水。花儿，母亲一心只想见你，她就算是让我跳火坑，我都会答应。不过，我告诉她，最后结果如何，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。母亲，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，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。惠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，一旦攻入咸阳城，便即刻立我为王。那大秦的明日，不是那芈月的，便是华儿我的。我同那芈月已经不共戴天。花儿，无论你打算怎样做，母亲都赞同。那就要让那惠后尽快兑现诺言。你是先王的长子，德才兼备，军功赫赫，受众人拥戴。他立你为王，那是你该得的。有了这个名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着你的兄弟们进军咸阳。魏夫人真是命好，别人离开咸阳都面容污秽、狼狈不堪，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、气定神闲的样子。这一路上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？惠后说得对，人该吃多少苦，都是命里有数的。上天眷顾我华儿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依微臣看，魏夫人能来雍城也是件好事。从此公子上阵杀敌，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确实，由此可见，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，那也是从善之举。你胡说什么？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？此举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。军心稳不稳，如今都是我华儿说了算。不管怎样，从这件事看，妇人之仁，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。魏夫人从咸阳来，应该知道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对付朱公子。眼下战局焦灼，不知诸位有何打算？想必甘相也知道，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，这里旧部力量强大，对我部一向倾力支持。我们与咸阳那边已有大小几战，各有胜负。如今甘相也来到雍城，说明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呀。昨日和母亲商讨后，想做一件大事。请说。咸阳那边与我们是王位之争，也是一场名分之争。母后是嫡母，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却只是个八字。虽说公子季有先王遗诏，但母后信誓旦旦说那遗诏是伪造的。可如今，却让那芈月之子矫诏登基，误导天下。若我们也能在雍城宣告登基，就可传召天下，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倒戈。兄长得陇望重，为我大秦之王，乃是众望所归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朱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朱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，王位空置，
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诸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诸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我嬴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那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华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。从长计议，惠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惠后在，诸公子为了示好惠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的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就商议到此吧。花儿，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，他们都是虚情假意，用好话来蒙骗你的。孩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，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不知道你急什么，干嘛不等身子好利索了？魏冉、白起他们在阵前厮杀，我却在这儿白吃白喝的。可你身上有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好了。你这伤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眼下我就是想把你割让给韩国、楚国的城池土地都拿回来，省得那些老家伙们在朝堂上鼓噪个没完。别的倒也罢了，那连接巴蜀的上庸之地，是秦楚必争之地，凝聚着几代秦国君王的心血，由我手里交出去，的确心痛。你放心，他们拿你的东西，翟离让他们加倍奉还。刀剑无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这次只是去巴蜀给你们司马错将军做援军，风险不大。再说了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在战场上杀死我翟离的人，还没出世呢。等我回来。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幸亏义渠君走了，不然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。母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继儿闭门思过多日，母后也该消气了吧？继儿刚刚得到通报，说楚国使者来了。这么说，荣舅舅来了，他正在驿馆。母后什么时候召见他？傻孩子，什么召见？我们即刻就去见他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人在哪儿？禀太后，在里面。蓉儿，蓉儿，姐姐，蓉儿，姐姐，我一直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封爵，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水中捞月，最后还是多亏了姐姐。知道你在楚国受苦，能熬到今日，
很不容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次在梦中惊醒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亏得少司命垂怜，鬼谷和娘亲若是知道我们能团圆了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继儿从前有个冉舅舅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舅舅。义渠那边还有个白起舅舅，秦国如虎添翼。母后和我的确是荣幸至极。等继儿回到宫中，一定命人在少司命面前多焚一炉香，谢少司命庇佑。雍城那边这几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，眼下秋粮丰收，王军征兵买马，草粮充沛，义渠军相助，司马错在巴蜀平乱顺利。诸公子当中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已率先向朝廷表示归降，其他公子也有人悄悄向朝廷表示了归顺之心。因朝廷下旨，凡宗室旧族支持公子们造反者，一律取消绝路和暗例攻击。旧族们开始与叛军疏远，诸公子闹事的气焰日渐式微。楚离子，你看呢？是时候了。好，你是大宗伯，掌管宗室之事，平日里又与众公子们多有来往，就由你即刻写信给诸公子，就说大王与他们本属骨肉至亲，他们割据造反也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既往不咎。大秦儿郎不能自相残杀，徒为亲痛仇快，请他们回咸阳共佐大王。若不肯归降，就以叛逆之罪行征伐之师，到时候就后悔晚矣。是。这是刚在边关截获的会后敏书发给大王的信函。不好好的待在咸阳养病，却跑到雍城来谋反。眼下秦楚联姻在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此刻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紫兰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。是。莲儿，蒙将军当真要冒险去雍城？蒙敖，承太后不杀之恩，悔不该当日做出那些糊涂之事。眼下雍城的旧部仍然在走我以前的错路，蒙敖不忍看兄弟们自相残杀去送死。如能劝他们归降太后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啊。好。待你事成之后，我与你豪宴痛饮。魏将军，信得过我这个曾经的罪人？太后都赦免了你，又重新委你以军职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？末将告辞。后会有期。芈八子在宣誓殿已经坐稳，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可那公子华却以各种口实百般推诿，至今按兵不动。咸阳正在调集兵马，要征伐诸公子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收拢人心。我想以会后之名通告天下，请诸公子到雍城聚集，由公子华为主帅，共讨咸阳贼兵。
好，就照甘相说的这么去做。恐怕诸公子们见不到好处，不肯来呀。甘相以为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粮草、钱财，还是封地？这些好处得统统拿下咸阳城才有。眼下就是两手攥空缺。问题的关键还在银华。这个银华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我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权衡轻重。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给他了。大战在即，会后必须速做决断。母亲，会后准备即刻下诏，立我为秦王。会后要立你为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终于盼到这一日了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！你当了大王，出征讨伐贼子，也好出师有名，号令天下，招抚王军归降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母亲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。母亲，你是大王了。诸位将士，我银华临危受命为秦王，肩负社稷江山之重任。芈氏母子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我与王弟们联手，征伐芈氏。诸位若能助我成就大业，当裂土封疆，绝不相负。谨听大王之命。好，寡人绝不负诸位爱卿今日之功，为旗开得胜，干！你们跟着我蒙骜出生入死多年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像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至少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楚礼吉，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尹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丢锐，臣在。以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，臣在。以为中军先锋。遵旨。
魏然、李荣，臣在。你们各领1支人马，分头为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望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剿灭叛军，保我大秦一统江山。臣遵旨。真冷啊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司马错将军羽翼徐军平定蜀中之乱！司马错将军羽翼徐军平定蜀中之乱！捷报！什么友谊？喝了这么多的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太后，您消消气，这兵来如崩，兵去如灯，急不得。我不是急，我是恨呐！樱花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也能算是一个大王？不但朱公子没有几个甘心跟随，就连他自己的将士都拢不住。这芈月的兵马刚要打来，自己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。平日里天天围着我转，这10天半月人呢？这人都干什么去了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惠后，如今王军已兵临城下，咱们得想想退路。退路？往哪儿退呀？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靠不住。我往楚国写了多少封信，没有一封回信呐！没有一封回信呐！珍珠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鹤顶红，惠后，你得给我备着，到时候放在手边，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。惠后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凤冠。大王真是孝顺，让雍城最好的缝纫绣娘做出来的嫡衣，一点不比咸阳宫里头的差。这会不会僭越了规制啊？夫人是大王的亲生母亲，就是该让天下知道大王心里头最敬重的人是谁，免得人前人后让惠后压了夫人一头。快扶我起来！夫人，王军已经开始攻城了，大王，南门也兵力空虚啊，北门也快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啊！是啊，大王，速做决断呐！大王，大王，王军已经是魏冉和白起的人马已经破城而入了啊！这大王，怎么办？
大王，大王，莫慌，你们几个快随寡人冲出去。是。杀出去！是。先生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魏国。知本王心性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